当所有人都不质疑的时候，这个大师的地位当然就越来越稳固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先生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个在武术圈内常见，但好像有些人不太敢去深谈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武术圈有这么多的假大师？你一定听过很多人说，这些大师明明看起来没什么用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信？其实这个背后呢，牵扯到心理、社会、商业等多方面的问题，甚至还有一点点群体催眠的味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解析这些假大师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又为什么有很多人没办法去验证。国术的训练项目呢，跟一般的运动有些不太一样。首先，国术的训练系统比较复杂，而且通常比较神秘。因为早年这些技术啊是拿来吃饭的家伙，那吃饭的东西怎么可能随便说教就教？所以呢，古人发展出了很多花式藏招的方法，加上有一些派别的一些训练方式呢，其实起点很高，短时间内呢是看不出训练的效果的。你可能会听过10年太极不出门，1年行义打死人。这样的叙述呢，让人明白武术是需要花长时间去酝酿锻炼的东西，但这个长时间的酝酿跟锻炼呢，也给了骗子操作的空间。更不用说武侠小说把武术吹得跟神话一样，很多人对武术的想象来自于电视剧、小说、漫画，所以有很多人对武术的想象呢，不是来自于一拳一脚的实际搏击经验，而是空想。有没有感觉到掌风？当学习的过程充满了玄学，短时间内又看不到效果，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误判或者是被误导。有人呢就会利用这种空间开始装神弄鬼来骗人，而且有利可图的话，屎都有人会吃了。骗吃骗喝，靠装神弄鬼来骗钱，在人类社会早就不是一种新鲜事了。这些人只要能骗到学生，收到学费，其实根本不用在乎自己会不会打。说实话，在各种诈骗行业里面，当武棍骗钱可能都还算不太恶心的那一种，但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很多人没办法验证？第一个原因，旁观者和初学者不懂。当一个人不懂的时候，通常会选择尊重权威。这是大师，我要听他的。那尊重权威代表你不会大声的质疑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当所有人都不质疑的时候，这个大师的地位当然就越来越稳固。你明白了吗？第二个，学习者没有合适的规则来检验。这些大师呢，通常会设计出一套离现实很远的检验方式，比如我们只会搭着，然后练推手，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但你从来没有实际应对过右勾拳或冲锤，或者要学生感应劲道，但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感应了半天在感应些什么东西。这种训练方式既不清晰，目标也不明确，学生只能相信而不能检验，大量强调想象力跟阶级感，却很少真正让人流血流汗对打。那如果没练对打，你到底要怎么学会对打？第三个原因，群体催眠效应，这是最严重的一点。很多学生刚开始进来就被灌输一个老师是最强的观念，这种心理影响呢，会让学生无意识地限制了自己的出拳威力，因为觉得老师一定能挡住，所以自己降低了速度、力量还有攻击的范围。久而久之呢，教学者就真的会觉得自己很能打，那学生呢也会真的觉得哇，怎么样都打不中老师这种情况呢，代代延续下来，就会变成一种很荒谬的社会现象。更糟的是，有很多人即使后来发现不对劲，也没办法面对自己已经浪费了很长一段人生的事实，于是呢，就成为了一种老师跟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但讲话又都好有道理的荒谬现况。想验证一个教学者到底会不会打，其实很简单，我给你一个标准。第一个，从1步之外距离开始出拳，这才是实战中会有的出拳距离。第二个，不贴手，不搞玄幻，避免掉那些脱离现实的模拟情境。第三个，要能打中，会打痛，至少会流鼻血，用这样的速度跟力道来出拳，让你的攻击呢真的有威胁性存在。如果这样子，教学者就已经无法应对，直接被你击中，或者是说开始进入一种小学生打烂架的扭打模式的话，那答案应该就很清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去学画画，但老师从来没有动过笔，或者你
你学音乐，老师从来没有弹奏过乐曲；不然就是你学下厨，但老师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切过菜、动过火。你应该不会接受这样的教学者或老师吧？那为什么武术可以？有人会说，我老师藏招是因为术高莫用，他没有把真东西拿出来。到底是藏招还是没东西可以拿出来？有没有可能他一出手就露馅了？并不是所有武术呢都需要上到擂台，擂台呢也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。但如果一个教学者要教你武术，可是却连你的攻击都不能接或者不敢接，那到底你要跟他学什么？一个真正的教学者呢，应该要能够让学生看到他的技术，而不是藏来藏去的。当然，你可以说我教学的时候要在安全限度内来发挥，但绝对不是只靠想象力来称霸武林。希望看完这一部影片呢，每个正在学或想要学武术的你，都能够找到真的能够教会你东西的名师。就算遇不到，也至少不要浪费几十年青春，什么都没学会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我是先生，老实练拳，认真读日，我们未完待续。我这下其实不会是其他，或是这个，或是这个。对。那要改接吗？因为第一下有。不要。在刚刚的逻辑再走，只是这一下，第二下上来，正开之后，你直接冲上来。你要再上来。我再上来。你上来，然后就直接这样。这一下应该是比较好收的。看我怕这一下其实不见得。那这一下，我怕这下太有点的。那我打这。我不确定会不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会抓在一个会痛，但是会稍微正开，你就顺势就好，也不用太假，就退2下，我觉得这样够了。我想说就上去，然后再多一个，这样太多，这样就好看啊！一招就要打，这样就是3下，但是就是慢慢打，第1下，第2下。为什么？师傅，你不会抓距离呀？你还是打这里。对不起。师傅，你刚刚有录到吗？我太本能了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还是打这里好了。对，你还是往肩膀或手臂这边，至少。我等一下，对不起，顶多是飞，至少。他很中间哎，超时的。他很中间哎，我虽然没，你打鼓跟打鼓差不多。他很中间哎，你真的还好。低音鼓。这就是我们会改变付出的牺牲，那真的是个意外。我觉得会往前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觉得往前，至少，不是，我看看画面。